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酱园弄文汇报评赵丽颖只字不提演技，却句句说到了观众心坎里，一上映就炸锅，这片子简直让人看傻了。说的是最近很火的酱园弄有多热，票房榜第一，几乎隔三差五就被刷上热搜。可你猜咋着？豆瓣评分不及格，5.9分，真扎心。票卖得挺疯，口碑却很闹腾，这不是让人嗑瓜子都来不及。先说票房，电影院那长队排得像过年买肉，家里年轻的、老的，谁都抢着看，偏偏出了这么个怪现象。票房第一，评分倒数，一边冲上云霄，一边掉到底。朋友圈、微信群几乎全在讨论，为啥这么拉胯？分成上下两部是不是圈钱啊？一肚子火，明明一部戏就能讲完，非要掰成两盘子菜。观众不是没脑子，就不能拿影迷当韭菜割？还有人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个镜头，大荧幕上啪的一响，出现了女人如厕的声音，电影院里鸦雀无声，有些观众忍不住掩面，尴尬的脚丫子直搓的，有些则津津有味说这也挺真实啊。可又有人说这种东西直对脸是不是有点别扭？毕竟中国电影多少年，难得见这种处理。有人说导演有勇气，也有人说这不是勇气，是故意作怪。说句实话，这些争议点吧，倒是让更多人冲着热点看了这片。有人气就有口水，你说神奇不？赵丽颖呢？这回被说成是一大亮点。之前不少人看她就一张苦相脸，说她只会演被生活打击的可怜女人。比如之前那些电视剧，一转眼泪汪汪，就是命犯多舛的主。为啥？大家都以为她只能演苦，压根撑不了旗袍，撑不起强势角色。可这一回她直接翻了个身，演的西林是民国女作家，旗袍加大卷，气质端庄优雅，结果一举一动那叫一个硬气。和雷佳音似的警局长对峙，烟灰一颗在他烟灰缸里，他立马收走，回眸一瞪，全场静默10秒，观众都看愣了。说实话，这种镜头换成别人，也许演成大咧咧，但他用点到为止的小动作，反而把气场全拉满。谁说女子只能低眉顺眼？这回真实打脸了不少人。再往下聊，有观众在网络上说赵丽颖台词像喊标语，太生硬，不像聊天。其实换个脑子想，她在戏里要展现的就是一种斗争、觉醒，台词本来就有点犀利。你仔细回味下那掷地有声的镜头，别说，还真带劲。有媒体甚至给她贴了4个字“掷地有声”，你品，你细品，这4个字都是褒奖。可话说回来，这电影也不是啥完美无瑕的好饼。2部圈钱争议不说，每个角色的命运安排也引来不少撕扯。譬如章子怡演那个詹周氏，名字都没落下个正经，戏里一副受气包模样，和权力人物交手，压根抬不起头。比起赵丽颖那个西林，有鲜明对比。网上还有不同说法，有人觉得章子怡、杨幂这些角色弱得像稻草人，支配任人摆布。西林倒好，敢上桌子，敢嗨嘴。可问题又来了，这样是不是又变成二元对立？主张女性就一定的强硬，柔弱就理当被踩？想想吧，这世界哪有这么简单？可不，网友争论半天，竟把电影看成了一道送命题。关于演技问题，更是分歧巨大。有一波人死活看不惯，太刻意，太用力，哪像普通人？另一波拼命维护，天生这么有气场，不演出来不就浪费了？更有甚者还扯到了扮相，说他长相更适合落魄角色，
这形象承担不起来狠劲儿。现实可真给人上了一课，戏一上映，除了苦难脸，还能霸气。就是这样，期待被一脚踢碎。有意思的地方还在后头。电影里有些情节刻画尤其写实，比如短发和大卷发的对比。西林至身上流社会留起卷发，转身到家里又变短发，生活一面，抗争一面，都压得稳稳当当。网友调侃，这就是正义变脸现场版。多面人生，在一个角色身上切换细思极恐，细看又合理。再说说那场烟灰缸的戏，雷佳音饰演的大人物习惯性居高临下，他烟灰一颗就颗在他缸里，看似没啥大事，却处处埋伏。那一个回首，赵丽颖不吵不闹，轻轻一收缸，你别碰我地盘。观众纷纷说，这才叫有含金量的小细节，不用大吼大叫，也能让人坐立不安。文汇报都罕见发生了，专门夸赵丽颖的造型。你说没词写演技，偏偏每一句夸得恰到好处，很少把词放在台词动作上，重在外形气质渲染。但看官们都明白啥意思，谁说不是明夸暗捧？说造型，其实也还是在说功底。造型之外，谁都知道，只有演得好，穿旗袍才不俗气。再瞧网友，奇葩观点一个接一个。有杠精说，这戏票房高就是噱头，根本没内容。还有人直接摆出数据对比，豆瓣5.9分，票房却冲顶，这不是说明咱们观众只认流量吗？有人气才捧场，至于故事好不好，早就被盖过去了。小年轻追着看流量，老观众进影院图情怀，结果成了两股拉锯，到底该听谁的？有位大叔说的道地，以前咱们看戏看的是人，如今更像看的是名气。你能服这个理儿不？不服也得咽下去。你看看酱园弄能把全国骂个底掉，厉害吧？说的再直点，这年头观众嘴太利，几乎啥都能吵起来。小角色没脸有话题，有名字又太强势，两头都不落好，被喷得体无完肤。这也是现今中国电影最头疼的地方。戏里人各有命，戏外观众真不懂体谅。你说强一点吧，嫌装逼；软一点，又被骂没个骨气。有网友戏谑，女演员要么当苦瓜，要么演辣椒。可实际上，哪有这么泾渭分明的事？现实生活比电影复杂多了，偏偏有些人喜欢二分法，非此即彼。揭开一层皮，还有第二层，大众心里想的不见得真就明白。你让我说啊，人性就是连自己都看不清。电视剧里，赵丽颖是真把一众流量打了个对折。有人表面吐槽，心底倒是真服了她的狠劲。有人说凭啥女明星演啥都得被骂，又有人对回去你想捞钱也得看观众买不买单。这两边杠来杠去，说了半天其实啥都没说清。不过反过来一想，能被这么多人盯着喷，不也说明片子有点看头？就像那句网络热梗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章子怡和杨幂在片里的角色基本配合男主角转圈圈，区别不大，只有西林靠一点点小动作小眼神，把全场气氛带到巅峰。要说什么才算好演员，这不就清楚了？可说到底，谁也拦不住观众心里的那一杆秤。你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没有标准答案。票房疯涨，一定是流量撑起来的；分数低呢，肯定是被黑粉刷低的。你看，这社会就这样，嘴巴太多，安静不下来。电影里外一个里。以上这些本来就是影视圈的怪毛病，一个角色火，所有争议都跟着飞起来。流量、期望、争吵，哪个都能单拎来讲。可说白了，票房再高，人心难买；戏再好，口水纷飞。哪有完美的剧，哪有完美的观众？
有人觉得行，有人觉得不行，这才是戏。滑稽的是，大家都以为自己懂戏，结果风向变得比天还快，一会儿说好，一会儿说烂，刚夸上一句，马上又改口黑两句。咱国人看电影不就是这个套路吗？吹起来比谁都上头，踩起来比谁都下得去手。你说这不是有点抽风是什么？最觉得还是网友那句赵丽颖这次不苦了，旧的被骂没底线，要真一直苦着，大家又喊她不争气。你说这女演员到底坑不坑？咋演都没活路，这不逼谁都想当导演。最后问一句，难道女演员就非得只能愁眉苦脸？难道电影必须按住你的胃口来拍？赵丽颖这一次敢演敢出格，就不配多点掌声？今天不喷她的新花样，明天还会有更敢演的女演员出现吗？说来说去，戏是拍给谁看的？心里真有数吗？明白人站出来说道说道。